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打算来谈谈如何选用适合的微控器。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澄清一下，我并不是什么这方面的专家，只是在业界打滚多年，有过一些经验，想要分享给初学者。所以如果对影片内容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告诉我们哦。谈到选用微控器，我想主要条件应该就只有两个：一、符合需求；二、价格便宜。因为需求谈起来相对复杂，所以我们就先来谈谈价格吧。首先，让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如果你要制作一个项目，需要使用 MCU， 眼前有一颗12 MB 的 MCU 和一颗120 MB 的 MCU， 如果甚至它们的价格都相同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来建构你的项目呢？我猜，可能有一些人连想都不用想，会直接选择120 MB 的 MCU， 对吧？因为12 MB 实在太慢了嘛。那么我要告诉你，因为 MCU 的款式百百种，如果只是从这么表面的因素来看的话，很有可能会错过了一些更适合但却不起眼的 MCU 哦。首先我们要明白 MCU 的运作时脉并不是速度越快就一定越好。举个明显的例子，恩智浦公司在多年前所发行的 IM-XRT 系列 MCU， 它是基于 Cortex M7 架构，速度可是快得惊人呐！甚至在推出的当年，它可是号称地表最强的 MCU， 价格上也是惊人的便宜。拿它来跟 Arduino 经典 MCU ATmega 328P 的官网价格来比，甚至还更低价。这时有没有顿时觉得只有涂鸦才会买这颗 328P 处理器吧？事实上 MCU 的价格通常会由一系列的因素所组成，硬体周边越多越贵，制程越老旧越贵，包装尺寸越大越贵。但其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它储存程式用的 flash size。我们再回到 Arduino 328P MCU， 它内建的程式储存空间是 32K byte。再看看 RT1011， 虽然架构图中描绘了 64K byte 的 boot ROM， 但这其实是储存其内部开机程式用的 ROM， 并不能让我们自由使用。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没有内部程式 ROM 的。有没有顿时觉得 Arduino 328P 的价值有提升了一些呢？实际上，上述的例子因为 Flash 架构不同，其实不太适合直接拿来做比较。要比较因为 flash size 所引起的价格差异，应该要用同一型号的微控器不同 size 来比较才算客观。我们可以开启 STM32F103 系列的 MCU 比较表，它的料号尾码从45678到 CDEFG 就是由小到大的，对应的内建的 flash size。我们选择拼数和包装都相同的型号来看，它们的内部周边应该也会是完全相同的。但价格上就有很大的差异了。以 R8 型号单颗价格7块来看，和 RG 型号约14块来比较，就差了几乎1倍的价格。这样是不是很明显的呢？比较完了 Flash 的价格，再来我们要谈谈要符合需求，又需要考虑什么呢？上个例子提到了2颗微控器，它们在速度上有很大的差异。但首先我们得了解，微控器的运作时脉越高，可是会消耗越多电力的。这就像是 CPU 超频的时候要用特大号的风扇散热是同样的概念。这是因为在每一次时脉的01变换时，就会造成一次对开关电路上杂散电容元件的充放电。另外时脉变高，所需的驱动电压也会提高。这些功耗对单单一颗电容来说可能很微小。但若是对上 MCU 内部数以万计的电晶体来说，那就很可观了。我们准备了2片完全相同的开发板来测试耗电，它们里面的程式也都一样，只是运作在不同的时脉上。你可以看到这2者的耗电量就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耗电的现象只有透过半导体制程的改善或元件内部架构的改良才有机会降低。这样你还会觉得 MCU 的时脉是越快越好了吗？现在让我们试着来思考一下，制作一个基本的专案，如何挑选适合的微控器呢？像是这台计算机，
因为它有38颗按键。若是以矩阵键盘的方式实现键盘扫描，一边8 pins， 一边5 pins， 会需要共13只脚，所以13 pins 的 GPIO 数就会是个基本的需求。另外可能会需要6到10 pins 左右来控制 LCD， 也就是说，只要有大约20只 GPIO 角的 MCU 其实都适合。所以前面提到的 ATmega 328P 以及 RT1011都可以满足这个需求。但实际上，对这个产品来说，更重要的其实会是拥有低功耗特性的 MCU， 以满足太阳能板在低光照度的时候所能提供的电力。所以对这台计算机来说， 328P 处理器才会是比较适合的选择。挑选符合需求的微控器，前面提到，除了周边越多越贵之外，周边多一般当然也就代表了接角数和尺寸会变多变大。这时候同一型号如果选用较小的包装，变成角位要共用，所以本来支援了 A、B 和 C 功能，此时可能有 A 就没有 B， 这时为了满足周边需求，就被迫必须选择较大尺寸的包装。但这其实也未必是坏事啦，重要的是能否善用多出来的资源，物尽其用。对于 MCU 的使用制程，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45奈米、90奈米等等，一般制造商都没有特别的提起，主要也是这对于我们使用上并没有特别的影响，但对于荷包来说反倒是很有影响啊，因为旧制程会面临淘汰，这时制造商就会逐年调高元件价格，甚至是停产，这就会压得我们不得不更换原先使用的元件。一般微控器的保证年限是维持生产15年，如果在一开始选料时没有注意，那哪天突然收到停产通知，可怨不得别人啊。最后，虽说决定产品成功与否的也并非只有 MCU， 但如果能对元件有多一些了解，肯定还是能大大提升产品价值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最后，别忘了帮忙点赞订阅哦。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